证人出见，6月6日当晚，你一直和被告人周应怀在一起吗？应怀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初见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那你希望我们有个孩子吗？当然，最好是个女孩，长得像你一样，我都想象不到自己会有多宠爱她。请证人回答我的问题。是。那晚我们一直在一起。6月6日当晚，你确定被告开着一辆车牌号为 A58的黑色奔驰肇事逃逸吗？怎么了？你快说呀！初见，他这怎么什么？反不在位你就说呀。是。我看你为什么要说谎？那天晚上我明明在一起，为什么是你？为什么偏偏是你背叛我？全体起立。现在法庭宣判，被告人周应怀驾驶逃逸致原告刘平死亡，触犯第133条有关规定。爸，你说过只要我按你说的做，你就给应怀争取缓刑保释的机会。初见，事到如今，我也帮不了他了。傻子，我只不过是来救你的弟弟罢了。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又背叛我？应怀，不是这样。初见，当初真是瞎了眼。我喜欢你，你会怎么回的？我恨你！将被告带走。应怀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吗？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3年，并处罚金30万。初见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初见，也真是我们朱家的好人。这次你弟弟逃过了牢狱之灾，还真亏了你这个好姐姐啊！现在你可以放过我吗？你开除我也总要个理由吧？实话告诉你吧，初见，上面来了人，指名道姓，让我们不准留着你。这儿正好缺人，你可以去试试。这怎么会？你当我是什么啊？我也只是好心推荐给你，那去不去是你自己的事儿。初见，你女儿的病需要很多钱的。周总好。没吃饭，大声点儿。周总好。应怀，没想到仅仅3年时间，你就带着周氏集团这么大的企业横空出世，太不可思议。我还记得3年前刚见应怀从出狱的时候，在这儿，我们还差点被赶出来呢。这些年也多亏了你们2位鼎力相助。今时不同往日啊！今天我为应怀兄准备了特别的节目，金3最贵。走。来。你还在这愣着干啥？今天来的可全是帝都有名的权贵，凭那几位爷出手的阔绰，你的小费呀少不了你的。我知道，谢谢。324包间，快去吧。去呀！进来吧。哟，这不是初大小姐吗？怎么背着琴出现在这种地方？蒋公子让我来唱歌，我自然是来挣钱。如果各位客人不想看到我，觉得叨扰，那这就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周总还要喝吗？既然是来挣钱的，把这瓶酒给喝了。这个钱都是你的。抱歉，周总，我不喝酒。都来这种地方了，你还说你不喝酒？是嫌钱给的不够多吗？今天是来给应怀兄接风的，大家都高兴，
这酒你不喝也得喝。你明明知道我酒精过敏。医生，医生，我女朋友酒精过敏，快救救她！是故意这样折磨我。让你喝酒只是个开始。我在监狱所受的3年痛苦，我会加倍悉数，一点一点的还你的尊严，你的身体，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我会一点一点的夺走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对不起。你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出来卖笑的酒女，喝了酒，滚！如果爱忘了，就走吧。有些幸福让它听不到的。不，就玩。酒也喝了，钱也挣了，滚！相思，妈妈一定会攒够手术费的，多谢不少。初见，为了钱，你真是什么都做得出来啊！周总，老爷子病情恶化。相思，妈妈回来了。相思，相思，相思，妈妈，我好难受。没事没事，妈妈马上带你去医院啊。走。相思啊，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你看妈妈给你准备了什么？蛋糕，谢谢妈妈。真聪明，那你许愿，让我去帮你关灯。我希望有个新爸爸能和我一起守护妈妈。编号9527。又来，以后不要再来了，多看你一眼，就觉得和谐。我能有了你，怪我不小心，你会是我们的孩子，被别人舍弃，想家又睡着。相思家属来签字。相思啊，妈妈无论如何都会照顾好你。成了我们最后的结局。妈妈呢？医生，我父亲的情况怎么样？周总放心，暂时稳定了。但是如果还找不到合适的心源进行移植，只怕老爷子也撑不了多久。刚刚叫我什么？叔叔你好帅呀！这叔叔看起来又帅又有钱，要是能做我的爸爸就好了。一个人乱跑，你妈妈找不到你会着急的呀。帅叔叔不仅有钱，而且还温柔。叔叔，你有老婆吗？要不要考虑一下认识我妈妈？叔叔今天还有事，下次可以吗？那你把号码给我，下次我带着妈妈来找你。这孩子看着有点眼熟，可能这就是演员吧。我让人送你回去好吗？不用，我记得路。帅叔叔再见。小相思啊，你又跑哪去了？哦，你以后不准乱跑了，听到没有？遵命，母后大人。妈妈要去上班了，我等会儿下了班来陪你。
妈妈放心吧，我保证不乱跑。好，我知道我经理，我马上到。初见，周云海，你怎么在医院？周总管得挺宽啊。初见，你还在磨蹭什么？今晚可是有很重要的客人。看来楚小姐对我退婚以后过得很落魄呀。周总，退婚？周总啊，因为这事儿周总还不知道呢。之前呢，楚家非要跟叶家联姻，最后楚小姐从我的订婚仪式上跑了，结果现在变成一个陪酒女了。说这是够了，我没兴趣。周总别生气嘛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周总不喝，你替周总喝。不见，周总等着你唱歌呢。你要是唱不好，咱俩之前的账批评不行。这就是叶少找的人，无聊之极。周总，周总不想拉着自己的前女友叙旧吗？我跟他无话可说。既然如此，我倒是想跟我的前未婚妻一块叙叙旧，周总应该不介意吧？周云海，小子，这就是你得罪出家的下场。初见，比起我在狱中经历的，如今还给你的不过是久违一晚。叶少随意。周云怀，6年了，这6年我过得不人不鬼，这就是我背叛你的报应。贱人，当你骗我退婚，还能颜面尽失，给我喝！追啊！周总，要不要开车？周云怀，你这次别丢下我好吗？人呢？娜娜在那儿，追！周总，开车去旅游。你别，我等着！好了，朱姐，周云怀，要是今天我没逃出来，你会回来救我？朱姐，6年过去了，难道你忘了当初对我做的事吗？是我错了，多谢周总今天大发慈悲救我，你这就走。这个样子，朱姐是打算随便找个男人当解药吗？忘了周总的心，你放开开我！朱姐，你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还回来，只要能让你感觉到痛苦，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做。朱姐，你欠我的我会一点一点还回来，只要能让你感觉到痛苦，
这样的事情给我远一点做。小思，不要，不要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勾引周总？像你这种女人我见多了，开个价吧，到底要多少钱你才愿意彻底滚蛋？你是谁？我是周总未来的妻子，蒋武。蒋小姐不必破费了，我不会缠着周总，周总也看不上我这样的。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给我查查昨晚和周总一起进酒店那个女人，我要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。一怀，我现在年纪大了，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你现在事业有成，要不你考虑成家问题？我听说蒋小姐啊，我和蒋婉没关系，您别听他们瞎说。唉，那你和初大小姐，你俩现在还有联系吗？爸，您现在不是出家的司机，没必要叫她大小姐。您好好休息，出去抽根烟。他怎么又来医院了？我们相思马上就能出院了，等回家了，妈妈给你做土豆排骨吃，好吧？好耶，妈妈做的土豆排骨最好吃了。帅叔叔，好巧呀，今天你也在。朱姐，这个孩子是谁？他为什么喊你妈妈？帅叔叔，原来你和我妈妈认识呀？这不关周总的事儿。相思，我们走。是那晚对不对？他是我的孩子。站住！你还没回答我，到底是谁的孩子？你不是想知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他不是你的孩子，是我跟别人生的。我也请你离他远一点。妈妈，不要欺负帅叔叔。还好蒙混过关了。他这么着急知道真相，一定是想趁机拿孩子报复。相思家属，请您尽快把住院费和治疗费交一下，不然的话，麻烦你们今天离开。治疗费晚2天我一定交齐，麻烦您通融一下。晚2天，晚1分也不行。求求你去跟院长说一下，治疗费我一定会补缴的。我们医院是帝都最大的私立医院，你孩子的病只有我们医院能治，治疗费20万，少1分也不行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一支口红，你放心，肯定没用过，求求你就通融一下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拿这么个破烂给我？不是的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这儿又不是慈善机构，没钱就滚蛋！我求求你，相思的命就是我的命，要不这样，你们抽我的血，我把血卖给。你真是晦气啊！如果没有治疗费，相思就要被赶出医院了。初见，听说相思住院了，怎么样了？初见，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？跟我讲，我一定帮你。蒋公子，这不麻烦你。初见，我从大学就特别喜欢你，是这么一回，娶你的人就是我。初见，居然这么快就跟别的男人好上了，还是跟我的好兄弟。蒋公子，我们不合适啊。别叫我蒋公子，叫我雨辰好。我答应你，一定爱你，呵护你，不会像这么快点。蒋公子，你先放开我。相思的病现在急需要钱治疗，我得赶紧去想办法。
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怕麻烦你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正好他的病也不用治了，这个孩子本身也是累赘，我们一起生个健健康康的，怎么样？江玉川，你怎么能把这种话说出口？江玉川，你怎么能把这种话说出口？哟，初姐，这是在跟哪个野男人偷情呢？妹妹，嘴巴放干净点，谁是野男人？还有，楚小姐只是遇到点困难需要我帮忙，怎么被你说成偷情了？那我这就去跟玉怀说，看到你们俩拉拉扯扯，看他怎么做。好的，好妹妹，你可千万别说，都是他勾引我的。他说没钱给孩子治病，所以他勾引我，就会借钱给他。江玉川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明明是你勾引我的应怀还不够，还勾引我哥，臭不要脸的东西！江小姐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勾引谁，我只是想救我的孩子。要钱是吧？我有的是。江小姐，孩子现在的病情真的很危急，您能不能先既往不咎，把钱借给我？借给你可以，但我要你把你的头发剪光，换相思的治疗费。江小姐，你说什么？我记得以前应怀夸过你有一头漂亮的头发，现在我要你把它都剪光。干嘛？生日快乐，初姐！讨厌，吓我一跳。送给你，你头发那么漂亮，戴上去肯定很好看。谢谢你，英怀，我会一直戴着。那不是我送她的发卡，没想到她居然还留着。怎么舍不得？那就让你的孩子在病房等死吧。等等，你请。等一下，你为什么还留着它？因为这是我收到的第一个生日礼物。你不配留着我的东西。应怀，刚才我好心给他付孩子的医疗费，他过意不去，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，像之前的事给我赔罪。是啊，应怀兄，他刚刚还想对我图谋不轨，幸好婉婉出手相助，才保住了我的清白。不用了。好，既然应怀说不用了，那我也不能帮你了。江小姐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求求你一定要帮帮我。我是很想帮你，但是应怀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当然要听他的话喽。我的意思是，不用你们管。初见女儿相思以后的所有费用，都由我出。应怀，你竟然要帮他！这张卡足够相思以后的所有医疗费用。应怀，你疯了吗？这可是初见，是你的仇人！你个狐媚东西，到底给应怀下了什么药？应怀，你是不是对他又心软了？你是不是又爱上他了？江小姐，我从来没有觉得应怀会原谅我，我也不配得到他的爱。谢谢你，钱我会尽快还上的。初见，是你逼我的，你夺走了我的应怀，那我就要夺走你的女儿。
小野种，你说如果你没了，初见会不会就此疯掉？如果他疯了，就不会在应怀面前晃悠。不要怪阿姨，要怪就怪你妈妈，谁让她想抢走我的应怀？小思，护士，小思，你不能有事啊，小思。孩子目前出现了心脏骤停，有一处脏器供血不足，很快就会坏死。我看你还是放弃吧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小思，都是妈妈不……护士，我求求你再想想办法。在帝都，谁都知道初见得罪了周总，帮他就相当于是跟周总作对呀。那如果这个孩子就是我跟周英怀的呢？笑话，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资格怀上周应怀的孩子？是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你们才会继续这样？无论怎么样，救人要紧，现在急需输血治疗。只不过孩子是 Rh 阴性血，我们血库里面没有这种血型。相思的血型跟我一模一样，难道这个孩子真是我的？目前只有靠直系亲属的血才可以。孩子的爸爸呢？应怀说过会毁掉我一切的。相思的爸爸已经死了，我也是阴性血，抽我。楚小姐，你确定你的身体可以吗？就是他的血抽光了才好。我也是 Rh 阴性血，抽我的血吧。不行，他不可以，他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？每次提起孩子就抖抖脏脏，难不成相思？别瞎想，孩子的爸爸已经死了。相思又不是你的孩子，你总护着初见就算了，你干嘛还护着他跟别的野男人生的孩子？因为相思就是我初见的孩子，对吧？你有什么资格怀上周应怀的孩子？是不是只有这个孩子是他的，你们才会继续这样？张院长，把我和相思的 DNA 做一下亲子鉴定，而且看你还要瞒我多久。周总，你跟我来，我们去输血。不行，一定不能让你知道真相。看应怀的表情，难不成相思真的是他和初见的孩子？不可能！要是真是这样，应怀就不可能跟我结婚了。我帮你检。怎么了？张院长，您这是要去哪儿送东西啊？我帮您送。这是周总要的东西，我得亲自给他送去。周应怀，周总有实话，我知道他在哪，我去帮您送。走开！你跟周总熟吗？全帝都的人都知道他要把你赶得远远的，耽误了事情，你能负起这个责任吗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别想拿到报告。张院长，报告给我吧。我是应怀的未婚妻，我亲自给他。蒋小姐送，我自然放心了。把报告单还我。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不要打应怀的主意，否则我让你们站着进帝都，躺着出去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先去找到应怀，试探他到底是怎么想的。如果他真的要伤害孩子，我宁愿带他走。周总，多亏您输血及时，相信相思马上就会醒过来了。您还是多休息休息吧。你先出去吧，我留下来陪他。相思，
等亲子鉴定出来了，我就接你回周家。这些年你受苦了。相思，你醒了？爸爸，我的帅叔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相思以后就叫爸爸吧，我就是你爸爸。那爸爸，相思以后不离开爸爸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以后我们都在一起。那爸爸会不会离开妈妈呢？只要相思开心，爸爸妈妈一起陪着相思长大。妈妈，你来了，你先陪他吧，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英怀，这几天多谢你照顾我，也照顾了相思。不用谢，你要知道，你欠我的又多。我欠你的，我会慢慢弥补。如果相思真的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会不会用尽一切办法把她从我身边抢走？我从没有想过要把相思从你身边带走。难道之前都是我多虑了？我堂堂周氏集团总裁，可不想亲眼看到我的亲生骨肉在外面受苦，更不想看到他的亲生妈妈在外面受苦。太好了，相思和爸爸妈妈是一家人。大小姐，你来了就好，快把亲子鉴定报告给英怀吧。这么迫不及待？英怀，我终于可以自信地告诉你，相思就是我们的孩子。怎么了，英怀？出什么问题？骗我！6年前你就骗我、背叛我，我以为你知错了，没想到死心不改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怎么可能？相思一定是我们的孩子。怎么可能？相思一定是我们的孩子。不可能，相思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？我早说过了，这就是他和别的野男人生的野种。相思不是野种，英怀，你相信我，我从头到尾就只有过你一个男人。在你眼里，我是不是很蠢、很好骗？把我耍得团团转，你心里是不是很得意啊？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出来的？为了接近我，连个小孩子你都利用。英怀，相思真的是我们的孩子。宁怀，初见这样人品低劣的人，根本不配进入周氏工作。宁怀，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还没有看透他的真面目吗？宁怀，宁怀，宁怀，没有，我说过，我对初见不会留有任何情感。我把他招进公司，只不过是更方便折磨他而已。他所拥有的一切，我都会毁掉。如果我不去周氏工作呢？不去周氏工作，那你想去哪儿？只要我一句话，整个帝都都没有一家公司敢录用，也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收治相思。还是说，你认为你那低贱的自尊心比你女儿的命更重要？周一怀，我知道你恨透了我，你可以尽情的报复我、折磨我，但是我求求你，不要把相思扯进来，你会让自己后悔的。英怀，相思真的是你的女儿，我不想你有一天知道真相，会后悔伤害了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明天第一天上班，初见小姐，希望你别迟到。贱人，狐妹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绝不允许你接近宁怀。宁怀，等等我。妈妈，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
是不是爸爸欺负你了？没事，宝宝，你以后不许再叫他爸爸了。为什么他不是我爸爸呀？周一怀认定相思不是他的孩子，怕是再也不会见相思了。你好，我是公司新入职的员工初见。你就是初见。你不好意思，有人吩咐了，这个门初见和狗不得入内。不好意思，有人吩咐了，这个门初见和狗不得入内。谁的命令？我。你要想进门也可以，跪在地上给我磕100个响头。做梦。初见来了吗？周总，楚小姐还没有到。做梦。贱人，敢和我动手动脚，这100个响头，是磕也得磕，不磕也得磕。周一怀，初见，你敢迟到，哪怕1秒，我就扣光这个月你女儿所有的治疗费用。周一怀，这是警告，不是通知。哪怕你腿断，你爬也要准时给我爬进办公室。周一怀，不是。现在离9点可就差3分钟了，该怎么做不用我说。你还没认命吗？我数10个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跪在地上给我磕100个响头。一怀，你怎么来了？谁打的？用什么打的？爬起来，自己滚去办离职。周总，您消气啊！求求您别开除我。初见小姐，是我狗眼看人低，有眼不识泰山。你向周总求个情，我不能没了这个工作。蒋小姐，你可为我做主啊！我这都是听你的吩咐啊。胡说八道什么啊？通知下去，以后禁止蒋婉小姐踏入周氏集团办公。一怀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都是为了你好，我也是你的未婚妻。蒋小姐，周总吩咐了，您不能再踏入周氏集团办公。潘经理，城西那个旅游项目由我亲自负责跟进。这个项目竞争激烈，听说叶婷的小子也上蹿下跳的想争取这个项目。周总亲自出马，拿下项目肯定没问题，只是不知道周总会安排谁和你一起出差呢？要是你不嫌我脸皮厚的话，我就毛遂自荐了。这就是让蒋小姐恨得咬牙切齿的那个初见。你是怎么做事的？没事吧？有没有烫伤？我没事。怪不得蒋小姐如临大敌呢。新来的怎么做事笨手笨脚的？公司招人是越来越良莠不齐了。这个人是怎么通过面试的？够了，初见是我招进公司的，城西的那个项目就由他负责配合。蒋小姐可是叮嘱过，绝不能让周总和这个叫初见的女人单独相处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周总一个人带她去，恐怕不妥啊。潘经理，这是不相信我的能力了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敢质疑周总的能力啊？那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
初见，这个名字怎么那么耳熟？初见，你就是当年那个陷害周总、害周总入狱的人吗？那他不是周总的仇人吗？周总糊涂啊！你怎么能招他进公司啊？背叛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，既然他能陷害你入狱，有此前车之鉴，你怎么能确保他不会被竞争对手收买，出卖公司机密啊？有道理呀。当年我是被我爸触犯陷害，才会上当受骗。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应怀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会再背叛他。好听的话谁都会说啊。你既然知道对不起周总，那为了周总，你就该离周总远远的，怎么还有脸待在公司啊？要我说，大家表决，同意初见留在公司的，请举手。站住！站住！投票无效。周总，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好。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周氏应该姓周，而不是姓潘吧？初见是我招进公司，如果公司有任何损失，由我和他一起承担。就算他不会出卖公司，但是她是周总的女朋友，您出差带着她孤男寡女的，是不是不妥啊？毕竟你也是有未婚妻的人了。要是出什么桃色新闻，对公司的股价造成了影响。我一直认为公司的股价是由公司的实力支撑，什么时候和我的私生活有关？至于潘经理说的那些瓜田李下，我更相信清者自清。散会。还不抓紧去收拾行李？难道要我教你吗？我留在公司只会招惹非议，要不我还是离开吧。你是想逃走吗？没有。那就乖乖待在公司，我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医院，我会找人照顾好小紫的。谢谢。反正这才是你留在我身边的原因，不是吗？你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儿女。初见，如果没有相思，你还会乖乖进周氏工作吗？蒋小姐，不好了，周总要带那个叫初见的女人出差。就他们俩吧？对，就他两个。那周总他们住哪个酒店？苏小姐，我敬你一杯。苏小姐这样的大美人，周总可真是有福气啊！和女人喝酒都没意思，我陪您喝啊。没想到周总如此怜香惜玉啊！周总不光怜香惜玉，还见多识广。一点小小的礼物，搅局搅到别人的酒局上来，叶少真是越来越有本事了。比不过周总啊，毕竟周总也是进过监狱的人。监狱这事你还不知道呢吧？您说这么大一个项目，您交给一个进过监狱的人，您能放心吗？您不如跟叶氏合作。看来周总和叶少对这个项目都是势在必得啊。不过我还是愿意和周氏合作。只要周总答应我一个条件，我立马在这个项目书上签字，就是让初见小姐陪我喝上3杯，这个项目就是你们周氏。不行，不行！别闹，你酒精过敏，你忘了？你居然还记得我酒精过敏？我以为你都忘了。肯定记得，如果忘了就好了。合同的事再想办法，先别闹了。朱小姐，你们商量好没有？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不吃不喝啊。好，我喝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好。周总要是真担心我，就给我多发点奖金吧。周云怀，我对不起你的地方有很多，但能为你做的却不多，就让我尽力弥补吧。初见，你就那么贱是吗？你以为你这么做的话，他能原谅你吗？你俩能重归于好吗？令怀，我们会一直在一起的，对吗？初见，我永远都不会放开你。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又背叛我？为什么偏偏是你？为什么又背叛我？我喝完了，合同。
周总，你有一个好秘书。好难受。痒，受。让你撑吗？等着，我去给你买药。喂，查一下。麻烦给我治疗酒精过敏的药。念华，近日，来先生您的药。蒋婉，他来干什么？醒了，这你要做什么？应怀马上就回来。你还敢听一怀？再想想，应怀他根本就不喜欢我，他恨我恨得要死。你不配这样对我如临大敌。撒谎！要不是我篡改了 DNA 鉴定结果，你现在不就是母凭子贵和应怀双宿双栖？是你改了亲子鉴定。你没有资格生下应怀的孩子，我才是他的未婚妻。这个世上只有我才能给他生孩子。夏小姐，你要是不想见到相思，我可以带他走了。我离你们远远的，我也不想应怀知道真相，我怕他知道了之后用相思来报复我。巧言令色，那你现在不是正应该感谢我？现在应怀不正认为相思是你和别的男人生下的野种？你也太小瞧周应怀了吧？你以为你可以瞒他多久？他马上就会知道真相的。没关系，我是他的未婚妻，就算我把你弄死，他也不会把我怎么样。至于那个野种，就算到时候应怀知道了真相又怎样？一个没娘的孩子，还不是任我揉圆搓扁？我求求你，你放过相思吧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要怪就怪他是从你肚子里爬出来的吧。你没事啊？太好了。蒋婉，怎么是你？初见呢？他办案是走了。初见酒精过敏，根本没力气下床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走了？初见受伤了，你对他做了什么？初见又是初见。应怀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，在你眼里为什么只有初见那个贱女人？我没工夫跟你浪费时间，告诉我，把他藏哪儿了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初见，不要！听说酒精过敏严重的患者，不及时用药会有生命危险。初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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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周应怀，我在这里。初见。相思，我还有相思，他还那么小，我不能让相思没有妈妈。周应怀，救我！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叶婷，谁呀？让蒋小姐伤心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这不是替蒋小姐打抱不平吗？既然姓周的不懂得怜香惜玉，那蒋小姐为什么不给别人一个机会呢？
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和应怀相提并论？离我远点！我不配跟周应怀相提并论，他就是一个进入监狱的渣仔，连他妈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他处处压我一头，我抢生意就算了，还他妈跟我抢女人。叶少，周应怀认识吗？知道。剩下的事儿不用我交代，你怎么做了吧？没发现。周应怀，我看你命没了，拿什么跟我玩？出去！周应怀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。别说话。让你逞了，以后一滴酒都不许碰，听见没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。我要是需要你喝酒来帮我做生意的话，那我周氏早就倒闭了。我能为你做的也不多，能帮一点是一点，就当弥补我之前对你的伤害。你要是真的想帮我，那你就平平安安的活着，这样就有一辈子好好来折磨你。应怀，我刚刚以为自己没救了。知道我最放不下的是什么？你吃了药就好了，不用向我交代一言。我最放不下的其实……我知道，是相思，对不对？不对，也不对。有一件事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不然我死都不会。说什么？之前其实是蒋婉。我知道是蒋婉把你关进了储物室。你放心，我会让他向你赔礼道歉。不是应怀，我想说相思。好了，有什么话好了再说，不用急于一时。应怀，应怀，你是不是愿意原谅我？舒姐，你是觉得我的感情很廉价是吗？小泽，这就是你得罪出家的下场。当初你把我送进监狱，又在我心上扎了一刀，如今你又想轻而易举的让我原谅你，凭什么？那你要怎么样才肯原谅我？是不是只有我也替你挨上一刀，你才愿意？不是。我知道。楚姐，哪怕你替我挨上10刀、100刀，周应怀，拿命来！楚姐，楚姐，醒醒，不允许你这样睡。楚姐，应怀，这一刀就当是我为出家还的。你休想！楚姐，我说过，你就算替我挨10刀、100刀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应怀，我能为你做的就只有这么多了，其他的我下辈子再还。如果下辈子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话，楚姐，不行，醒醒！我不允许你这样睡，你这样算什么？我都还没有报复你、折磨你，你如果这样离开我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。快来人，叫救护车！楚姐，你不是想让我原谅你吗？你现在睁开眼，我就原谅你了。应怀，你有没有受伤啊？初见受了伤，还是去检查一下吧。你不知道，我听说有杀手袭击你，我的心吓得都快跳出来了。我没事。不行不行，还是去检查一下。
病人家属呢？医生，有什么你直接告诉我就行。是我的伤势比较严重吗？你的刀伤倒不严重，没有伤及到要害，但是我们在给你做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你的肺部有一块阴影。阴影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家里人都不在吗？这种情况最好有家里人陪着更好。医生，我没有家人，你就直接告诉我检查结果就行。是癌症。是的，经鉴定你的肺部已经癌变了，但是详细情况还是需要你再做仔细检查化验，才能做更缜密的计划。好的，医生，我知道我的病您能为我保密吗？我们完全尊重病人本人的意愿，但是还是建议你和你家人商量以后再做决定。对了，这是你之前要的亲子鉴定的备份文件。谢谢医生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考虑什么？初见，你醒了，还疼吗？不疼。没想到被刀扎了还能这么好命活下来，真是皮糙肉厚的很。初见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你摆个臭脸，你是希望我中刀不成？宁怀，我怎么可能希望你受伤呢？初见，你挡下这一刀救了我的命，6年前朱家欠我的就一笔勾销了。宁怀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是什么？这是普通的诊断书吧？放一下去走走。我们明天一起去庆功宴吧，庆祝你帮我拿下项目，也庆祝你平安。我能感受到殷怀对我慢慢产生了好感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患了绝症的事，否则我又要伤害他一次了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跟出家的人在一张饭桌上吃饭。哼，你以为我想跟你这个老东西一起吃饭啊？哎，你个老瘸子，你的嘴皮子比你腿脚还利索。妈，能不能好好吃顿饭？都怪他女儿，当年要不是他那个正直，能让我儿子都3年大牢。这件事跟初见可没关系啊，都是我这个当妈的错。看我这腿啊，也算是遭到报应了。还算有自知之明。哼，我看啊，你遭的报应还不够。嘿，你这个死老太婆，你要杀要剐冲我来啊！我们初见可是个好姑娘。你以为我不敢啊？你以为我不敢吗你？到底能不能好好吃顿饭？初见为我挡了一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知道，初见心地善良。当初你还在初家做司机的时候，他就一味迁就你。那当然了，我女儿各方面都优秀，都怪我这个当妈的处处连累她。哼，你个老瘸子，知道就好。你再说我老瘸子，你试试你！老瘸子，说的就是你。好了，我要宣布件事情，我要和初见订婚。我同意。你呢，亲家母？我也同意。我不同意。殷怀，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呀？初见，初见。不行，我没有资格嫁给殷怀，我已经害过他一次，怎么能再让他把后半生都浪费在我身上呢？当务之急，我要找个理由将相思托付给殷怀才行。初小姐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要去医院看我的孩子，请你让开。上次算你走运，我把你关在储物间那么久，都没要了你的命，真是可惜。今天你哪儿也不许去，乖乖收拾完东西，滚出地府。你难道是想让我告诉所有人，你得了绝症的事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说，要是相思和殷怀知道了，会有什么反应？不行，我
不能让他们知道。相思本来病就没好，他要是知道了，一定会伤心过度，导致病情加重。应怀知道了，应该也会痛苦。应怀会痛苦？你也太自信了吧，初见。江小姐，我求求你不要告诉他们好不好？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离开帝都。废话，你当然得离开帝都，要死也死得离应怀远一点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，你必须带上相思一起走。带上你的野种一起滚出帝都，我就把这个还给你。不行，到时候如果我死了，相思不能没有人招他。难道你还想把这个野种留给应怀不成？我将来可是周应怀的妻子，我可不想留一个半死不活的拖油瓶在身边。想会江小姐，我最近工作也攒了一些钱，这是我给相思留着以后生活用的。你放心，他不会成为你和应怀的。真是可笑，就你这点破钱，还不是从应怀那儿挣？你还好意思拿出来给我？你是在向我炫耀吗？我没有，江小姐，我告诉过你，我配不上应怀，我对他没有半分假象。可是应怀不这么觉得，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？他早就被你这个狐狸精迷得团团转，在蒙面舞会的时候就进不出头，在你被我锁进储物间的时候那么着急的找你，这还不是在意你吗？可是这一切都不是我故意安排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对我。那你为什么要替他祷告？这不是在勾引他吗？江小姐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知道，就是刻意在他面前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好让他怜悯你，对你3年前把他陷害入狱的事情既往不咎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的，江小姐。这份诊断报告是不是也是假的？你是不是为了博得应怀的同情，伪造自己得了重病？我从来就没有想故意博得应怀的同情。我知道3年前是我对不起他，我现在这样只是想要弥补。够了，别在我面前惺惺作态，是斗不过我的，初见。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应怀对你的态度，看他知道你得了绝症之后，还愿不愿意对你。初见，初见，快跟我回去吧。我知道刚刚是我的事情，请非是件大事，不给你时间好好考虑。什么？应怀，你竟然跟初见订婚？我没有请你来，你过来干什么？应怀，他跟你门不当户不对，他根本配不上你。我跟谁结婚不用你多嘴。他说的对，配不上你。初见，当年初家刺我那刀，你已经替我还了。这样好不好？如果你还在为那件事情内疚，等你嫁给我之后，慢慢弥补，好吗？不只是这样的，应怀，不能再错。那是因为什么？你到底因为什么不肯嫁给我？既然初小姐说不出口，那就让我来替她说吧。我倒要看看你知道了真相之后，会不会后悔做出娶这个女人的决定。初见之所以百般推辞，是因为他不许欺负初见。周应华，我知道我们初家对你有亏欠，但是你不应该跟外面的女人一起欺负初见。这样，我坚决不同意把女儿嫁给你。哎，胡说什么呀？哎，你哪给你看到我儿子欺负你女儿了？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初见能嫁给他呀，是他的福气。初家曾经还是帝都的大户人家呢，周应怀以前还是初见的司机呢。哎，你得意什么呀你？你要有本事，别让初见嫁过来。不嫁就不嫁。妈，您说什么呢？请您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对初见好的。够了，你们叽叽喳喳的开家长会呢。好啊，初见，你是不是故意在我这个外人面前演这么一出，好让我看你们一家人团聚啊？江小姐，你误会了。哎呀，这女的是谁啊？在这站半天呢，跟你儿子什么关系啊？哎，她呀，就是蒋家大小姐，一直追我儿子呢。不过放心，我儿子啊一点
都不喜欢他。哦，这种女人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你个老太婆说什么呢？大胆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儿子，快给我赶出去！江婉，你赶紧回去。应怀，你真的能放下所有仇恨，跟初见订婚吗？初见，我没见过。就算他得了绝症，你也愿意娶她是吗？说什么？得了绝症？哎，你这小贱人，你怎么咒我们初见死啊你？蒋小姐，我知道初见是你的竞争对手，但你这么说啊，太过分了，过分！你们不相信的话，自己问他。是真的吗，初见？前2天治疗刀伤的时候确诊的，肺癌晚期。女儿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跟妈妈说呀？我不想再让你担心了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不，去医院问清楚，走，去医院，哎，去医院问问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我看你还怎么嫁进周家大。初见，我说过，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不会抛下你。云华，不想你的后半生就浪费在我身上，那样的话，我宁愿去死。初见，我不准你说这种话。他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娶她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江婉，没想到你这么恶毒。初见现在的身体状况，你不但不同情，你还要跟他争风吃醋。叶怀，那是因为我一直都爱着你。之所以说出真相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快死的女人身上。不可理喻。叶怀，你听我说，初见他想瞒着你这件事情，是因为他想让你愧疚于他。我是全心全意都在为你考虑啊，叶怀。够了！从今以后，不想再看见你。亲家母，你别着急，肯定是医院误诊了。小姐的身体那么好，怎么会得癌症嘛？对，快！你给我让开！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身为初见的妈，教出这样的狐狸精，不觉得害臊吗？再说一句，我女儿都还试试。她不但是狐狸精，还是个扫把星。6年前就害应怀进监狱，现在都要死了，还赖着应怀不放。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还有你，也是个眼瞎的老太婆。我堂堂蒋家大小姐这样的身世不要，你要让你儿子娶那个陪酒女当老婆，你怎么不去死呢你？除了相思，应该是初见最重要的人了吧？既然初见临死都要嫁给应怀，周应怀也宁愿娶那个病秧子，那么我承认他们之间是有那么一点爱的。我知道了，废什么话？可是我不同意。你们说，要是我毁了初见在意的其他人，他会不会就此疯掉？周应怀还会娶她吗？你可别乱来啊！周阿姨，你不是有时不时痴呆的毛病吗？我让初见也变成你这样，好不好？亲家母！亲家母！哎呀，他怎么摔倒了呀？周阿姨，刚刚是你推了他。你那个贱人！到时候应怀和初见来了，他们对付情形，一定会认为是你推了他。初见，都是你逼我。既然你不给我留活路，那我也给你留一条死。我妈和阿姨他们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见他们？不好，周总，你母亲她怎么了？快说！她在走廊那边晕倒了。妈，发生了什么？快啊！快叫救护车！
苏小姐，你的母亲摔到了前额，引发了脑出血，虽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是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会无缘无故摔倒？怎么办，英华？我在我最后的时间里都没有办法好好相信我妈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真该死，是我没有照顾好她。我在，初见，爸，你还有我和相思呢。英华，我好像想起来了，初见的妈妈是我推下去的。没错，是我们吵架来着，我就这么啪的一下，他就倒下去了。妈，你确定是你推的初见母亲？是我犯病了，初见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妈妈不让你嫁给我儿子，我才跟他吵架了。你明知道你妈精神不正常，你为什么不看好她？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。我知道，你就是想让我嫁给你，把我绑在你身边继续折磨我，你才做出这种事儿。我说过了，6年前的事我早就原谅你了。骗子！是你们周家人把我妈害成这样的，这样就没有人会拒绝这桩婚事。你怎么怪我都行，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初见，冷静点。你不要过来，不然我现在就跳下去。是我对不起你，你先过来好不好？结婚的事我们再商量，我不再逼你了。英华，我得了治不好的病，你越是靠近我，我内心就会越觉得愧疚和自卑。这些都是因为我太爱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也一心想要你嫁给我，也是因为我太爱你了。不，我宁愿你像之前一样恨我。我现在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，我不想你看到我被病痛折磨的样子，我也不想你看到我掉光头发变成废人的样子，我更不想我自己看到我妈躺在病床上受尽折磨却无法说话的样子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相信我，过来。相思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孩子，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。我们下台自己走。初见，初见，初见，初见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为什么把一切都憋心里？是我没办法。对不起，初见。英怀，相思，你们都把我忘了吧。如果能再活一次的话，我宁愿自己没有在意的人，那样应该会更快乐吧。孩子，20多年未见，你已经长这么大了，没想到在帝都都被人迫害成这个样子了。初见，这次爸爸绝对不会再离开你了。初见，接着。爸爸，你好。初见，爸爸问你，如果有一天爸爸不在你身边，你能不能照顾好自己啊？爸爸，初见已经长大了，能保护自己了，但是初见永远不会离开你，会一直在你身边。就他，给我上！初见，快走！
们这群坏人不要打我爸爸了！你爸敢得罪我们独龙帮老大，这他妈就是下场。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，要还有下次，不光是他，他身边所有人都得完蛋。你走。爸爸，初见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我得赶紧送你离开啊，初见。初见，初见，初见，你醒了。这是在哪？我不是已经死了？你很幸运，没撞到要害，抢救了3天3夜，终于把你救活了。那又有什么用？我得了肺癌，就算没有摔死，马上也会病死。你并没有得绝症，不用安慰我。你的病历我看了，那是物质，你放心吧，做过检查了，你现在很健康。叔叔，你到底是谁？你为什么要帮我？现在还不能让初见和我兄弟独龙帮的余孽尚未清楚，万一连累到初见，我是你爸的朋友。爸，我刚刚做梦的时候，好像是梦到我亲生父亲，可是他的样子和语气，我都记不起来了。叔叔，我爸他到底在哪儿？他当年为什么要抛下我？你先好好休息，等把病养好了再说。不行，我要回帝都，我得去接我的女儿相思。你回帝都，你不怕再见到周英怀吗？从我从楼上跳下去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和他再无瓜葛。你确定你已经不爱他了吗？爱，我现在对周家人就只有憎恨。他的母亲把我的养母变成植物人，他的未婚妻对我百般羞辱，还有他说过要永远守护我，却全然不顾我心中的愧疚，把我逼下深渊。这些账，我要一笔一笔的跟他算清楚。初见，如果你真的想清楚了，我支持你所做的一切。我想清楚，曾经的初见已经死了，现在的我不会一味迁就别人，一味的忍让和退后，只会遭到伤害。这才是我严家的女儿。这个大叔为何知道我和周应怀的关系，还知道我在帝都经历的一切？他到底是谁？哎，好呀！那个大叔，难道就是我的亲生父亲？看来丫头已经开始怀疑了。今天的初见，如若知道独龙帮和我的事，一定会被卷入其中。我得先找个借口蒙过他，跟他去帝都，把孙女接回来安顿好，我才能放心。叔叔，我不是有意要动您东西的，我只是好奇，这个沙包为什么会在您这儿？难道您就是？我知道你想问什么，但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这个沙包是你爸放在我这儿的。另外，他还说他很想你，但是有些事没办完，嘱托我一定要看你找到一个爱你的人，结婚生子成家。我爸他真是这么说的？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他在哪儿啊？在帝都，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。说不定你先把女儿接回来，他会因为想见孙女
而迫不及待的出现了。我知道了，那我们一起回帝都，接回小相思。来，大明星，喝一个。不愧是帝都知名女星啊，这酒量就是好。生意上的事情你放心，包在你陆哥哥身上。嘿，我就喜欢这样的。过来。贱人，竟敢打我！他妈活腻了是吧？都是喝多了酒劲，小姐，请见谅。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几个月之前，在夜总会，低三下四被你逼着喝酒的是谁？记不起来了。我当时在场，我不可能做这种事。比起这位陆公子，你确实是冷眼旁观的人。不过你也不要装成一脸无辜的样子，你也是杀死初见的罪魁祸首之一。哦，是初见，是那个叫初见的人。哈哈，那时候在夜总会，我们逼着他喝了好几杯酒，我还用钱砸了他呢。哈哈哈哈。我是谁并不重要，我今天是约了周运怀谈生意的，他为什么还没来？妈的，老子废了你！来人呐！丫头，当初欺负你就是这个臭小子吧？大明星，我知道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初见，是你，给我狠狠的教训他！慢着，初见，是你的姐姐。我这次回来的目的是什么？初见，竟然还活着。初见，初见早就死了，被你一个一个逼死。难道你忘了？叶怀兄，他就是今天晚上要跟你谈合作的女星 Kitty， 刚刚就是他打了我，就这个还想跟我们周氏集团谈合作，我呸！初见，我是周运怀，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？你为什么改名字？你为什么不肯承认？初见，他竟然是初见。周总，我们今天既然是来谈生意的，那我们就只谈生意。据我所知，周氏集团的股价遇到了危机吧？好像急需要我这样拥有顶级知名度的女星给你代言。是，你想要多少？要多少我都给你。不要钱，我要相思。我帮你的公司解决危机，你把这份和相思解除父女关系的协议签了，保证你从此以后与他再无瓜葛。知道你不在的这段时间是怎么过的？每天都会梦见你跳下去的场景。我恨我自己当时没有拉住你的手，我
更恨我自己没有理解你的自卑心。我不应该为了自己的报复，让你沉沦在愧疚之中。对不起。够了。那么这么说，周总是不想做这单生意了？你跟我回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抚养小四。周云怀，不配。香四说他想妈妈了。你能带我去见见他？周总。香四，快来看看谁来了。香四，妈妈回来了。香四，我是妈妈呀。你才不是我妈妈呢，妈妈才不会抛弃我。香四，妈妈这不是回来了吗？跟妈妈回家好不好？不要，我要跟爸爸在一起。你走开，你才不是我妈妈呢。香四，听话，香四。你毕竟离开他一段时间了，正常。周有怀，你现在是彻底得到相思的信任，你是不是觉得又抓住我的把柄？初见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折磨你。映怀，咱们下周去会用的婚纱我选好了。你是女性 Kitty？ 不对，这么一看是初见。初见，你不是跳楼死了吗？你怎么？蒋小姐，没想到吧？觉得不可思议吧？接下来我会做更多让你死都想不到的事。映怀，他真的是初见吗？他回来多久了？你怎么都没告诉我？难不成你是想毁掉我们的婚约，再跟他在一起？他起死回生，说不定会巫术，你千万别被他蛊惑了。你有完没完？初见，他是不请自来的，你别多想嘛。什么不请自来？咱们下周都要订婚了，你到现在都对我爱答不理的。咱们这桩婚约可是你爸制定的，难不成你想当个不孝子？蒋婉，我们周家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评头论足？难道还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就勾引我，死了还给你托梦，阴魂不散？你要是再对初见出言不逊，我让你滚出地里！可真是一出好戏啊！不知道二位演够了没？周总，你该不会是为了你的白月光而拒绝了和蒋小姐的婚约吧？初见，我发誓，我心中除了你没有第二个人。我周映怀从前、现在以及未来，想娶的人都只有你一个。现在你既然回来了，那我就追你追到底，直到你原谅我为止。映怀，不可以！你快走好不好？不要再来妨碍我和映怀的生活。我好不容易让映怀能正眼看我几次，你一回来，我努力都毁了。蒋小姐，你真可怜。你看看你现在和路边的哈巴狗有什么区别？这样吧，只要你跪下给我磕头，我就考虑离开。你耳朵聋了吗？还不赶紧磕头！蒋小姐，我不知道我哪里做错了，我凭什么要磕头？你疯了！让我向你这个贱人低头，做梦！蒋小姐可真是有骨气啊。不过现在你在帝都的身价可不及我的1/1000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可以让你离开帝都。贱人！没想到你这个陪酒女也能有今天，你也配！蒋小姐，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，我都会一一奉还。初见，我考虑清楚了，只要你答应我，我就把相思还给你。你能不能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？你说什么？搬进你们周家？
痴人说梦。相思现在还抗拒你，你如果强行带走他的话，他只会越来越不喜欢你。你能不能好好考虑一下？怎么样了？孩子是跟钟云怀谈妥了吗？孩子如今对我还有一些抗拒，但是周映怀出了个主意。我刚刚在家门口听见了。我觉得你可以住进周家，你可以住进周家。可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和周映怀同处在一个屋檐下。你是不是还是放不下他？这么长时间的感情，哪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我倒觉得周一怀这小子对你是真心的。不，我恨他的真心。初见，你已经不是曾经的初见了，他也会因为愧疚而更加的爱你。你要朝前看。可是我一想到他的母亲把我的养母害成那个样子，我就没有办法面对他。我一回帝都，就开始着手查你养母的事。那天宴会厅走廊的监控被破坏，这件事一定不简单。你养母有极大的可能是被别人推下轮椅的。叔叔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周映怀的母亲就不是凶手？你放心吧，我会查清楚的。叔叔，谢谢你。喂，舅舅，我找到当年背叛你们独龙帮的那个人，就在帝都。舅舅，您能不能也帮我一个忙？初见，都怪你不识趣的回来了，这次我要让你真的变成鬼下地狱去！相思，妈妈漂不漂亮？那你一会儿记住爸爸说的话，主动跟妈妈打招呼，好不好？喂，请问你是？好久不见，你跟同龙帮的账还没算清，之前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们都会找到你。对了，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女儿吧？相思过来，妈妈抱。我得尽快让初见嫁进周家，在帝都有了周云怀的庇护，独龙帮就不敢动他了。我这个当爹的才能放得下心。初见，你看相思多想你，你就搬回来和我们一起住吧。周总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我搬进你家里，该不会是想到什么法子玩弄我了吧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丫头，我们在帝都的住处快到期了，正好没有可以落脚儿的地方。正好，我那儿空房间多的是。我不允许初见住进周家。我不准初见住进周家。映怀，他根本不配住进周家，要陪你睡觉的人也应该是我呀。青婉，大庭广众之下，懂不懂规矩？我都是你未婚妻了，这点恩爱都不能秀给他们看。我跟你的婚约从头到尾都是你的一厢情愿，你的脸怎么比树皮还厚？你说我脸皮厚？初见，你不是之前一直对映怀不满吗？怎么现在死皮赖脸的要住进周家？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？蒋小姐，你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。我搬进周家只是为了小相思。那你那个躺在床上半身不遂的妈呢？你可别忘了，是周家人把她害成这样，你一点儿也不恨？够了，给我滚出去！蒋小姐说的对，
我恨透了周家人。初见，是我们对不起你，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应怀，你听到吗？你是堂堂周氏集团的总裁，不必对这样忘恩负义的人低三下四。为了初见，我做什么都行。我宁愿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是我。关于楚母的意外，我已经找到些线索了。当晚在宴会厅的时候，蒋小姐是不是也去了？我是去了，怎么了？难不成你怀疑我？当晚走进过宴会厅的人都是嫌疑人，难道不是吗？蒋小姐为何这么紧张？紧张？我哪儿紧张？我又没干坏事。那蒋小姐为什么就这么笃定是周母干的呢？是她自己亲口承认的。周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，本来病情已经控制住，但在那天晚上，恰巧楚母出事后重新发作，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刺激。这是她的智商，如今跟3岁的孩子没什么差异。她的话，自然也不能全信。你跟我说这么多做什么？你要证明周母没问题，也得拿出证据啊。那天走廊的监控已经快修复好了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。你说什么？监控快恢复好了？叔叔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初见，如果你母亲的意外不是我妈造成的，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，接受我？好。太好了。对了，应怀，我还有一件事，我的亲生父亲好像也在帝都，我想找到他。舅舅，你什么时候动手啊？你再不解决掉这老头子，我就要跟着遭殃了。喂，好，监控恢复好了。果然是这个姜啊！大叔，在干什么呢？看的当然是关于你做的那些脏事。死老头，你是不是拿到当天监控了？蒋小姐承认的真快，我只有一件事情不明白，你为什么陷害周云怀的母亲是凶手？事到如今，我不妨告诉你这个外人，应怀对初见穷追不舍，我也尝试过折磨初见，但是这反倒让应怀对那个家伙更加怜悯同情，所以唯有让初见对他更加憎恨，才能防止他们俩靠近。他最好的办法，就是让初见在意的人被伤害。你对初见做了那么多恶事，以后不怕下地狱吗？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一直勾引应怀？没想到你能这么恶毒，但还好，监控里清清楚楚记录你祸害初母的行径，等着遭报应吧，蒋小姐。把监控记录交出来，否则你活不过今晚。蒋小姐能耐可真大呀！我当然没这么大能耐，在帝都想置你于死地的又不止我一个。你要是想活命，就把监控交给我，我可以让我舅舅网开一面。你到底是谁？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到底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和初家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要掺和我们的事？不能告诉他真相，这个毒妇背后不知道是什么势力，万一牵连到初见和相思呢？蒋小姐，我只是初家曾经的一个管家罢了，不必把我看得太重。骗人！毒龙帮为何平白无故追杀一个管家？你不会是初见的亲生父亲？
我要赶紧把证据交给楚简，解除他和周云怀之间的误会。独龙帮已经找上门了。我们又见面了，老爷。10级，你可让我们好找啊！你们给我点时间，我有件要紧的事没办，等我办完了，我主动去找你们。还跟我们谈起条件来了，给我上！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老家。住手！住手！不好，是周氏集团的人，咱们惹不起，快走！叔叔，怎么会这样？监控找到了，是他。快扶下来！舅舅，你真这么放过这个老东西了？混账！你怎么不告诉我他和周氏集团有关系？差点就让他上西天了。舅舅，我还以为你们独龙帮天不怕地不怕呢。这里可是帝都，周氏集团说了算。跟周氏集团对着干，以后我都不要命了。没事儿，舅舅，我看他呀，不是死了，就是个残废。我一定要让他死。那我要你帮我的忙呢？那个就是跟你作对，处处为难你的女儿吗？就是他，舅舅，他好像就是你们要找到严家的毒神，除掉他，既能为你们报仇，又能解我的恨。看样子周应怀喜欢他，要除掉他可不好办。舅舅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够了，你少给我惹麻。叔叔为什么被那么多人殴打？那些人还会不会来了？叔叔的事儿，简直和当年我爸爸发生的一模一样。这个叔叔是谁？为什么从你从帝都回来之后一直跟着你？我只知道是他救了我的命。但我隐约觉得，他跟你的亲生父亲年轻时长得有点像，该不会是……应怀，你查到我生父的线索了？我托人找到了你爸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确实和我生父有几分相似。该不会这个叔叔也是我的亲人吧？谢谢你，应怀。今天一定不能留那个姓严的活口。不用谢，你说过的事，我都会尽全力去办。楚简，这一次不会再离开你吧？周总，麻烦您让一下，我们还有些事情要处理。你们是谁？在帝都敢这么猖狂？我们独龙帮当然不能跟周氏集团相提并论，但我们也不是软柿子，该报的仇我们必须报。独龙帮，你们这群坏人不要打我爸爸了！你爸敢得罪我们独龙帮老大，这他妈就是下场。这次只是小小的警告，要还有下次，不光是他，他身边所有人都得完蛋。我们走。你们是独龙帮的人，那你们一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。你父亲葬送在我们独龙帮手上的人可不少，记不起来了。你们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？当年他为了他妻子女儿，害我们老大断了一条腿，这个仇我们必须报。不但是他，包括他女儿，我们还要找到，一并除掉。你们今天要是再上前一步，就是跟我周家作对，后果你们清楚。周总，这是我们跟严家的事，你一个外人插手不合适吧？他是舒剑的叔叔，也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从今往后就是我周应怀的亲人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应怀，
你对初见好就算了，难道跟他有关系的人你都要保护一遍吗？江婉，你跟毒龙帮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你派的人追杀严叔叔？我可没这么大能耐，我唯一想要除掉的人只有严初见罢了。你叫我什么？严初见。严小姐，你的亲生父亲就是躺在病床上的严叔叔啊！爸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们刚刚说什么来着？除了要报复这个姓严的老头以外，连他的女儿也不能放过，是不是？江婉，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严叔叔怎么可能是他亲生父亲？是这个老头子亲口承认的。你不会是初见的亲生父亲吧？蒋小姐猜的没错，我是初见的亲生父亲。蒋小姐，你若肯主动从周一怀身边消失，那我就把监控删了。初见，如果你能自己主动离开周应怀身边，我能跟毒龙帮商量，让他放了你和你爸一命。你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任凭你欺负的小九女？我看谁敢！今天要是有人敢动我和我爸一根汗毛，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。贱人，我打死你！叫什么？该死的人是你，该死的人是你。江婉，带着你的人滚吧。还有，以后在外面不许提周家一个字，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应怀，你这是要彻底跟我断绝关系吗？听懂了，还不快滚！应怀，我在你身边这么多年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异性，对你付出所有的感情，你从头到尾对我都没有动过一丝感情，是不是？从头到尾，我只爱初见一个人。给我杀了他，一切后果我担着。今天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谁敢动？去死！贱人！爸，你没事吧？你刚刚叫我什么？爸，你不用瞒我，我都知道。女儿，没错，你确实是严家的女儿。爸爸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我好想你。初见，他们是毒龙帮的人，对不对？初见，我当初不想跟你相认，就怕他们找到你跟我的关系，拿你的命来报复我。没想到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爸，应怀刚刚已经把毒龙帮的事情解决了，我们不会再被追杀了。应怀，谢谢你，你对我们严家有恩啊。保护您和初见是我的分内事，您能和初见相认，我也替你们高兴。初见，你跟殷怀是时候选个好日子了。那天宴会的事情还没有解决，我没有心思想这些。应怀的母亲害了初见的养母，这是铁定事实。严老头，你身为初见的亲生父亲，居然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仇家吗？你调查到能够指控我的证据都已经被我毁了，我看你们怎么过这个坎。那天在酒店推了初见的养母，还把殷怀的妈妈逼得旧疾发作的，不就是你吗？你闭嘴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嘉文小姐为什么要陷害周一怀的母亲是凶手？事到如今，我告诉你这个外人也那天的事已经查清楚了，一切都是蒋小姐做的。证据虽然被蒋小姐毁了，
但蒋小姐亲口承认了事实。你个死老头，你敢算计我！还好我早有备份，没有让那个蒋婉得逞。把监控记录交出来。蒋婉，原来是你。映怀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做这么多都是为了你。还不快滚！初见，一切都真相大白了，就是一场误会。映怀，蒋小姐为什么连我的亲人都不肯放过？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话，是不是我和我的家人都可以少受一点苦？对不起，初见。我的乖女儿，映怀喜欢你没有错，她已经竭尽全力保护你和你身边的人了。我已经在帝都给你的养母找了最好的医生看病，你就放心吧。初见，映怀是个好人，我相信他会对你好的。选个日子，把婚定了，大家皆大欢喜呀。初见，我们结婚吧。怎么样，映怀？我穿这套好看吗？好看。初见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映怀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映怀，你看，那件白色的婚纱好漂亮。映怀，你看，那件白色的婚纱好漂亮。虽然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我也会约了你穿。好。映怀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告诉我，都是心跳的证明。那些回忆。喂，好，我马上就回来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在这等我。初小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我怀疑相思被坏人拐走了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为什么不早说啊？我只是个保姆，这相思啊，要是弄丢了，周总还不得把我给开除了。所以我只好先打电话给你。到底发生什么了？是这样的，刚刚有个女的来敲门，她说她是你们给相思请的老师。你好，我是相思的家庭教师。哦，就是你啊，快请坐。啊，不用了，今天我要带相思外出写生，一会儿她得跟我走。哦，那你们啥时候回来？周总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已经报备过了。他不是我的老师，我不跟他走。他不是我的老师，我不跟他走。这孩子每次偷懒，不想上课就这样，正常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哎，好像不太对，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一定是蒋婉。蒋小姐，那不是初小姐的情敌吗？坏！小思，初小姐，你终于来了。救我！妈妈，救我！蒋婉，你到底把我的女儿弄到哪儿去了？初小姐，你平时请教人问题就是这个态度吗？你知不知道绑架人是犯法的啊？初见，你哪只眼睛看见？是我绑的你女儿，不是你，就是毒龙帮。我现在就叫映怀来收拾你。你敢告诉周映怀一个字，我保证你从现在起直到永远也见不到相思了。喂，映怀。初见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要不要我过去找你？没什么事，映怀，你等着我就行。蒋婉，我的女儿现在在哪？救我！
周小姐，原来你的心也会痛啊！我还以为你根本不明白失去自己爱的人有多么痛苦。江小姐，只要你肯放了小四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我求求你了。我要你就此从世界上消失，你能做到吗？江小姐，该从这世界上消失的人是你。你还嘴硬，楚小姐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自从你出现在印怀世界里的那一刻起，我注定要和你斗到底的。他的一切只能属于我。江小姐，就算我没有出现在印怀的世界里，你也没有半分可能得到他的真心。初见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你要救相思，可以拿你的命换他的命。喂，初见，张保姆，初见回去干嘛了？初见没回去找您吗？快说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好。对不起，相思，都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。坏女人，快给我妈妈道歉！够了，煽情的戏码演够了没？把这个小野种给我扔出去！妈妈，小思，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太天真了，还以为你跟应怀身边的追随者一样，都是些不值一提的女人。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江婉，你这样做只会让应怀更加恨你。无所谓了，就算死，我也要拉你一起陪葬。周总，我劝你少管闲事，为了一个女人，不值得。让开！今天初见要是少了一根头发，我一定不放过你独龙豹。上，他就一个人，找死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来救我儿媳妇呀！死吧！不让你抢我一回，不让你夺走我的一切！住手！好个贱人，还欺负我的儿媳妇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那个老太婆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别过来啊！你个小贱人！初见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我怕蒋小姐她……死老太婆，你敢薅我头发！天啊！跟我没关系，他自己晕倒的。初见，这件好看。这件喜庆啊，红的。听医生说，蒋小姐那次撞坏了头，现在的智商跟6岁小孩没什么两样。这样对她来说也好，以后不会再胡思乱想，到处害人了。如果当初我把她劝走的话，我们就不必经历这么多波折了。我们如果不经历这些，又怎么确认我们是彼此真心爱着对方Can you still be there?